男人一觉醒来，发现整个世界竟然已经分崩离析，并且无视一切物理定律上下颠倒，残破不堪，似乎世界已经毁灭，但又好像没有完全毁灭。大街上还有残缺不全的人正常上班。突然，前方有一只全身漆黑的怪物发现了他。男主阿威一脸懵逼地看着那只怪物，怪物迈着80米的大长腿朝他杀了过来。不过好在他被一支小队给救下了。他们把怪物暂时打散后，拖起阿威迅速撤离，而怪物液体般的身体正在重新聚拢。他们一路跑到了街角断崖处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就把阿威推了下去。他们穿过了繁华喧闹的唐人街，瞬间又来到了威尼斯水城。眼看着怪物马上就要追到屁股后面，众人又赶紧跳到对面颠倒的高楼之上。可是不管他们如何飞檐走壁，怪物就是盯着他们紧追不放。小队里的强哥也是被逼急了，抄起枪对准追过来的怪物。虽然暂时逼退了怪物，但他的手掌也被划伤了。刚来到桥底下，怪物又再一次追了上来。无奈之下，一名队友抓起一颗炸药，直接冲出去和怪物一起同归于尽。回去的路上，依旧一脸懵逼的阿威开始追问起这个古怪的世界。小雅告诉他，这里是梦里构建出来的世界，是所有在现实中昏迷的人一起生活在这个梦里的世界。那些颠倒错乱的建筑和物品都是大家记忆中的东西，记得什么就有什么。而那些怪物就是昏迷者脑死亡之后怨念丛生，不愿轮回，意识最终就会变成一个只知道杀戮的怪物。这里的人都将怪物称之为清除者。了解过后，阿威跟着小雅走上了一辆破旧大巴，从大巴里的特殊入口来到了一处隐蔽基地。这里面的每个人都是在现实中昏迷的人，其中站在楼上那个人就是第一个来到这个世界的人，他叫丧彪，是这里的首领。对于阿威的到来，他似乎早就预料到了，并且小雅还告诉他，每个昏迷者来到这个世界都拥有一个专属的异能。强哥的异能是力大无穷，小雅的是快速恢复伤势。他让阿威先休息一晚，明天就会给他测试出他的异能。睡觉的时候，阿威做了一个车祸的梦，醒过来就发现房间里多出了一台侧翻的车，车里面的人就是他自己。正当他还在一脸懵逼的时候，强哥走了进来，他是来带阿威去测试异能的。所有人都很期待阿威的异能究竟是什么，而他们测试异能的方法也很简单，那就是攻击。人只有在受到危险的时候，体内的潜力就会激发出来。然而当阿威受到攻击的时候，却发现他的异能并没有被打出来，甚至被机器人按在地上暴打也依然没有效果。在场所有人都是一脸的失望，强哥也怒了，原来捡回来了一个废物。听阿威说他之前的职业是个建筑师之后，就直接把他打发到后勤部。可是丧彪并没有因此放弃阿威，他说现实和梦境中的时间是不对等的，现实中的一天就是梦中的1年时间，在这里可以活上1000年，有大把的时间慢慢激活异能。开导完之后，他就让阿威跟着强哥他们一起出外勤。既然丧彪都已经发话了，强哥就算有意见也只能带着他们穿过一处火车隧道，来到一间化工厂。经过辫子姐的异能掩护下，强哥轻松解决掉了这里的对手。辫子姐的异能是制造幻觉和提前感知到周围的清除者，在他的异能加持下，小队把在这里守护资源的对手全部干掉了。然后他们来到一处和海底结合的工厂，海面上则又是另一番景象。他们此次的目标是拿走潜艇上的鱼雷。就在他们小心翼翼准备搬走鱼雷的时候，辫子姐忽然感受到了清除者的靠近，果然3个清除者正朝着工厂里面冲去。看着即将追杀过来的怪物，强哥招呼所有人尽快撤离。情急之下，潜艇上的大鱼雷突然下坠，眼看着鱼雷就要引爆，关键时刻阿威意念开始发动，凭空造出一个铁架，顺利接住了下坠的鱼雷。原来阿威的异能竟然可以凭空造物，惊呆的强哥不敢多待，招呼大家赶紧撤离。好在等怪物杀过来的时候，所有人已经全部撤离。回到基地后，大家还在惊叹阿威的神奇异能。首领丧彪也表示自己果然没有看错人，他想让阿威建造一座怪物清除者找不到他们的岛屿，这样大家就能安安全全的生存下去。听到这个要求的阿威为了得到大家的认可，当即就答应了下来。可他凭空造物的能力目前还不熟练，所以趁着别人休息的时候，他还在拼命练习。经过不断的努力，阿威终于造出了一栋大厦模型。小雅似乎也被他的能力所征服，于是两人情不自禁的就贴在了一起。此时站在门外的强哥也露出了邪恶的笑容，因为阿威占尽了他的风头。第二天，丧彪带着基地所有人前往适合建造岛屿的地方。在分开探路的时候，阿威看到了一架静止不动的飞机，然后就遭遇到了清除者的追杀。不过好在丧彪提前预知到了危险，派胖子过来救下了他。会合的时候才发现，原来怪物是强哥故意引过来杀掉阿威的，并且他的左手变成了清除者的形态。就在这时，清除者赶来杀掉了几个队友，队伍一下子就乱成了一锅粥。路过的清除者看到强哥，很显然把他当成了同类。此时的阿威正和其他几人一起逃跑，可跑着跑着，面前的天空突然开始崩坏，紧接着就从一张病床上醒了过来。醒来后，昏迷之前的记忆开始涌现出来。原来阿威在现实中是一个废物建筑师，他的设计图从来没有被人采纳过，直到他收到一封地产公司的邀请，女友小雅带着阿威赶往地产公司，邀请他的人就是公司老板丧彪。他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打造出一个虚拟的精神世界，而阿威就是丧彪最看好的建筑师。意识到被骗了的阿威拿出电击棒，急忙逃出实验室。刚坐上小雅的车，就因为小雅开车不看红绿灯而惨遭车祸。
于是两人刚好就都被丧彪的手下带了回去。记忆回归之后，阿威也见到了同样刚苏醒的丧彪。丧彪以小雅的生命作为要挟，让阿威回到梦境里面帮他建造岛屿，并且承诺完成之后就会放他们离开。无可奈何，阿威只好重新返回梦境世界。此时的梦境世界里面，小雅和其他几名队友正在被清除者追杀。突然，地面凭空出现一条高速公路，一直延伸到清除者的头顶才停止。阿威出现在公路上，打算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。他带着小雅他们来到丧彪指定的地点，然后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丧彪制造出来的一个梦而已。就在这时，丧彪也出现了，他打断了阿伟的话，然后开始讲出真相。辫子姐在现实中是一个精神病患者，家人全部遇害，胖子也是家人遇害，然后醉酒杀人被判无期。小海是一位自闭症患者，连家门口都出不去，只有在这里才是他们这些人的天堂。一番洗脑之下，辫子姐等人都表示愿意留下来。无奈的阿威也只能开始自己的凭空造物，伸手轻轻一挥，一排排建筑凭空建起，果真是万丈高楼平地起，成功只能靠自己。之前只存在于设计图纸的建筑，此刻在这里完美的构建了出来。可是当阿威完成了构建工作后，丧彪直接来了个翻脸不认人，他表示知道真相的人全部都不能留。说完后，胖子的身体开始逐渐飘散，是丧彪的手下在现实中拔掉了大家的生命维持系统。辫子姐不愿回归现实，苟延残喘，跟着一块消散了。危机时刻，阿威突然想到，梦境与现实之中留有一道后门，只要能在梦境中找到现实世界真实存在的景象，就能够从现实中苏醒过来。在现实中的病床前挂着一幅埃及神殿的画，只要在这里找到对应的场景就能苏醒。可当他们来到埃及神殿面前的时候，小海却是顶不住了，开始逐渐消散。也就在这时，丧彪也追了过来，他开始向阿威诉说起了自己做这项研究的伟大壮举。可说着说着，丧彪却突然中招，紧接着身体开始化成液体，逐渐被后面的清除者吸收。随后清除者把脸部靠到阿威的镜前，原来这只清除者是强哥所变的。强哥并没有对阿威和小雅动手，看了一眼两人之后就转身离开了。阿威带着小雅来到神殿镜前，然后他们就从现实中苏醒了过来，重新过上了幸福且充实的生活。